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今天来到宜兰头城的金车咖啡城堡，就位于外澳的山丘上。不过金车咖啡城堡上午9点钟才开始营业，现在8点半而已，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园区里面走走这边的步道。这边有一座火烧寮山，算是轻松好爬的一座小山。那绕一圈大概半个小时吧，然后9点钟就进去城堡咖啡喝咖啡。我们现在出发了。这是金车城堡咖啡的第一停车场。我记得以前步道从前面那边就可以上去，不过现在那边是封闭，写私人土地禁止进入。所以我们就从导览牌这边进入。这条路线还不错，全程都有遮荫。这边有3岔路，都是相通的。我们取直行，走往火烧寮山。这里有一座凉亭。取左行啊！一路都是缓缓的上坡。哇，前面这里好像杂草多了一点。这里有展望了，望见龟山岛。这边右岔路往火烧寮山。哇，阔别10来年，路况怎么变这样？这跟我10几年前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。现在像是绿色隧道。可能以前路况比较好，所以感觉走起来并不远。哦，看到了，在前面。那边很多登山条。火烧寮山3等三角点，海拔应该是310公尺吧。机驶的编号是1070号。火烧寮地名的由来，据说是早期山下外澳港口社区那边，早期是很多古寮，因为都是茅草屋，那曾经发生火灾，就变成灰熊寮、火烧寮，所以港口社区的旧名是火烧寮，那这座山就被称为火烧寮山。我们现在就原路折返了。幸福登山会。回到铁塔这里了，这边取直下去就是金车城堡咖啡，不过会经过私人土地。我来探一下路好了，因为前面还有一条右岔路，算是另外一个环状，我看看那边会不会通过私人土地。望见金车城堡咖啡龟山岛，我再走走看。当然，如果是私人土地，我是绝对不会进入的。前面这里有观景平台，这是我10几年前熟悉的地点，在这边眺望龟山岛。来到这里有岔路，
左岔路会接回我们刚刚上山的环状路线那边，就是大约是凉亭的位置。那右边这条岔路，看这样的路况，应该是可能通到金车咖啡城堡那边的风筝馆，应该不会经过私人土地，不然路况应该不会这么好。那就赌赌看吧。我要 call 我老婆下来了。今天路况比较糟的路段，就是登往火烧寮山的那个路段。我老婆走下来了。 现在就一路下坡，啊！这块牌子写私人土地禁止进入，可是我是从上面走下来，这就是旅行的际遇。我以为这条步道走下来会通往金车咖啡城堡旁边的风筝馆，没想到还是会经过私人土地，禁止进入。那既然是有点像是公众人物，人言可畏。 我还是往回走好了。爬上来了，直行往火烧寮山。这边其实还是有一条步道可以下山，不过我以前没走过。现在比较保险的做法。 还是走往我们刚刚经过的凉亭岔路那里，寻源路下山。我走回到凉亭三岔路了。刚来的时候是从这边登往火烧寮山，现在就寻源路走回金车城堡咖啡。 我回到步道路口了，去那边看一下。私人土地未经许可严禁入内，违者依法处理。前面是风筝馆，这是后来新建的风筝馆。我刚刚本来以为下山的步道会经过风筝馆。 但是其实这里还是私人土地，严禁入内。我来看一下风筝馆好了，看看这边有没有步道可以上山。或许是我刚刚没有注意到。风筝馆这里也有停车场，不过这边的步道也是不通。我刚刚就是从这边下来的，所以我的判断没错，这条下山的步道是通往风筝馆，只是没想到这里也是私人土地。今天造访金车城堡咖啡，本来以为是喝咖啡前在这边散散步，爬一座轻松的小山。 没想到最后走的还有点辛苦，我老婆就在这附近失踪了，我现在找她了。依常理推断，应该是平安无事，她应该是现在在金车城堡咖啡里面等我了。那我们今天的旅行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